路上，玉帝与自己这2位重臣谈起了最近比较活跃的几名天将，给他们安排一下晋升之职。他们说话的时候，那些乐师和舞姬只能感觉到这几位神仙在笑着交谈，却无法听到他们具体在说什么。本来这3位天庭君臣之间的话题都还算正常，但是不知怎么说着说着，话题就引到了王母娘娘的身上。长庚，王母近来有意在瑶池办一次蟠桃盛宴，这次不同于往次，想邀一些三教仙人，这也是王母一份心意，想借蟠桃宴之时，让咱们天庭在三教仙人那儿多些分量。此事你觉得如何？这是……李长寿沉吟几声，细细的思量，他很想说一句此事不妥，请三教仙人来天庭享用蟠桃。于天庭而言，好处只有2方面，稍微增加一些三教仙人对天庭的好感度，略微增加天庭在天地间的存在感，但是风险却是十足。三教仙人此时大多对天庭看不上眼，觉得天庭不过是道门所立，3位圣人老爷都在天庭之上。若天庭过于重视形式，提天地尊位，很容易就会惹恼一些三教圣人弟子。只要少许言语讥讽，这事儿可就闹大了。更别说还有燃灯道人这般有可能想看天庭与道门闹翻的伟大佬存在。李长寿道：陛下，小神觉得时机还不成熟。哦，那长庚你觉得何时才是举办蟠桃盛宴的时机？那自然是要等桃熟了，结完了，猴生了。开玩笑，这不是一档子事儿。分封4海龙族，启天庭声威，小神觉得那时才可算是时机成熟。玉帝闻言眼前一亮，点头称善。一旁的东木公则是老老实实的听着，也没有什么发言的打算。李长寿当下与玉帝细细的言说龙族之事的后续发展，此时他们已经掌握了部分主动，不必非要等西方教出招。但这事儿不能太紧，一步步稳妥套拢才是上上之选。乐声漫漫，觥筹交错，这艘海船在李长寿的海神神力加持下，很快就飞过了5部洲西南拐角，进入了西海之地。正与李长寿相谈甚欢的玉帝突然挑了挑眉，笑道：长庚，西北方向36000里，那里好像有几个龙子在玩乐，刚好趁这番机会，吾去看看龙族这几个太子德行如何。李长寿笑着点头，心底却是一阵嘀咕：龙子聚会，为何敖乙未曾告诉我此事？此时也并非是想这个的时候，李长寿立刻调整了这个木船的方向，朝着玉帝所说的方位赶去。而玉帝也是来了兴致：来，吾与木工稍后就扮作你的辅神，你可莫要点破了吾这身份。今后既要用龙族，吾怎么也要探探他们的底，心里有数才行。陛下，龙族自远古而来，背负业障，族人大多醉生梦死，尤其是以几位龙族太子最为严重。据小神了解，敖乙算是龙族太子之中最为上进的。敖乙确实是个不错的苗子，日后可堪大用。玉帝陛下点头道了一句，随后便催促李长寿换座位。李长寿硬着头皮坐了下来。当下玉帝就隐藏自己的气息，敛去天地威严，功德不显，气运不露。玉帝又让东木公化作一名中年男人的样貌，这才继续与李长寿聊天谈话。这位陛下纯粹就是下凡溜达，顺便看看能不能遇到路牙的吧。这事儿我也帮不上龙族什么，全看这几个龙子的表现了。要是刚好遇到什么不堪入目的情形，那也不必帮龙族圆什么。毕竟龙族上天之事，对于天庭龙族而言，算是一场双赢的合作罢了。木船疾驰，3万多里匆匆而过，远远就见
一座数百丈直径的巨大海贝漂浮在海面上，其上宝光闪烁，成群的海女漫舞，乐声飘扬百里。一名名仙蛟兵在边缘排列，面朝大海，面容肃穆。在这海贝仙船东侧，有10数只矮桌，其上摆着珍馐美味，一旁都有美姬环绕。10多个青年中年面容之人在此地饮酒作乐，已经是有些放浪形骸。咱们真要去啊？李长寿小声问了一句。去。玉帝陛下眯眼笑着传声道。爱卿快放出气息，看他们如何反应。这属于吊龙吧？李长寿心底一叹，也并未多做旁事，将自己的气息与神力波动散发出来，远远地惊了一下他们。然而这一惊倒是真的炸出了一条大鱼。在几位龙子侧旁的矮桌上，一名面容清秀的青年长身而起，双目之中金光绽放，气息死死地锁定在了李长寿的身上，嗓音直穿万里。海神竟主动来寻，当真让我省了不少心力。这熟悉的气息，这略带傲然的嗓音，李长寿略微皱眉，已经是认出了这个家伙。鸿蒙凶手，6尺金蝉。海神，可愿与我再谈一次？这叫什么事儿？路牙道人还没个人影呢，又意外跳出来一个金蝉子。本来陪玉帝出来压海岸线，已经是李长寿计划之外的变数了。他想着不能扫了玉帝的兴致，且3界之中也没人敢真的对玉帝，便出来一同逛一逛。但是今日之事发展方向怎么如此不稳呢？龙子聚会，西方之人在此地躲藏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李长寿心念迅速转动，已经是有了决断。在船舱中对着玉帝传声：陛下，此人乃西方教高手，号金蝉子，近几10年来与小神交手几次。今日这龙子聚会应是他的算计，被咱们给意外撞倒了。小神此时也不知他具体在算计什么，但必然是与龙族之事有关。玉帝淡定地传声：爱卿，就当吾不在此地，你该如何应对便如何应对。哎呀，陛下呀，您要是不在这儿，这家伙去海神庙跳脱衣舞我都不带理他的。不过看玉帝的眼底有些跃跃欲试，李长寿也不好直接说这些。仔细想来，这位陛下其实也只是想在这种天庭大事之中有一些参与感罢了。小神领命。李长寿答应一声，又传声对着东木公叮嘱：稍后若是起了冲突，必须第一时间掩护玉帝陛下。自己这一具指导人实力有限，与东木公联手，怕也不是金蝉子的对手。且此地还有不少龙族兵马，这些龙族立场未定，稍后若是真打起来，8成是玉帝出手护着他们2个天庭臣神。他们实力够不够，玉帝心里有数，但是态度必须要有，姿势必须满分。李长寿示意那几名舞姬稍作歇息，让乐师停下奏乐，端着拂尘率先出了船舱。东木公略微躬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，玉帝暗中瞪了他一眼。东木公连忙挺直腰杆，对着玉帝露出了了然的笑容。就这般，3人站在船首甲板，李长寿的神力摇动，一路风驰电掣。玉帝陛下传声笑问：长庚爱卿，一般遇到这般敌手，你是如何应对？小神化身实力有限，不善斗法，大多都是出一些主意。李长寿并未回头，暗中传声：这个金蝉子心狠手辣，本体乃是鸿蒙凶手，如今却得了西方教圣人赏识，似乎要把他收为弟子。而近来西方教在龙族之事上的诸多算计，都是出自他手。若今日能将他留在此地，自是再好不过。好，玉帝陛下眼中放光，今日就让吾见识一番吾的爱卿如何智斗西方强人。李长寿的额头挂了几道黑线，
他说这么多，其实也就是想说，干掉这个金蝉子，西方教那边肯定会觉得肉疼。虽说一个金蝉子并不值得玉帝陛下亲自出手，但明明有直接斩杀对手的实力，却要躲在后方看戏，这多少有点不太稳健呢。是对我来说不太稳健。罢了，谁让这是玉帝陛下呢？我自己一个4阶小神，事情多，功德少，别人休假咱加班，出兵全靠撒豆仙，怎么智斗啊？还能怎么智斗？李长寿开始暗中摇人，先是神念降临在海神庙中，与隔壁的玉像勾搭几下，很快就连通敖乙，让敖乙立刻带上能够找到的龙族高手，尽快赶来西海此处。敖乙答应一声，李长寿就切断神念，紧接着又派了一具少女模样的指导人自安水城地下赶到南海边缘，对着大海吹响了一支短笛。不过转眼一条游鱼就出现在了海水中，李长寿便对着游鱼传声，这条鱼是文静道人的傀儡。李长寿也没有多解释，只是让文静道人如果有机会就来西海走一趟，不可直接暴露身形，先与他暗中接头再说。做完了这些，李长寿便开始思考，他该如何拖延时间，才能兼顾自己的面皮与天庭威仪，顺带还要让玉帝陛下觉得嘿呀，这斗得还挺好看。这种事儿讲究的是一句情理之中，意料之外。看来必须要利用起金蝉子本性中的那一丝傲慢与中二。此时尚且隔着数千里，李长寿冷哼一声，面色冷漠，轻轻甩了一下拂尘。金蝉子见状顿时笑眯了眼，似乎颇有些得意。此刻那海背仙舟上，几位龙子站起身来，面色也是各异。西海、南海龙宫家的太子淡然一笑，不为所动。北海龙宫的大太子有些纳闷，但还算是正常。东海龙宫大太子敖甲此刻却是有些忐忑，皱眉看着突然站起身来的金蝉子，眼底更是带着几分疑惑。这家伙凶性外露，哪里冒出来的？敖甲身形修长，面容英俊，但是常年纵乐，让他看起来身形单薄，站在船上就如同锦衣华袍成了精，头顶的犄角也不算清透。此时敖甲见海神面色不善地自东南方向而来，又突然冒出一个高手，喊着海神可否再弹他一次。仔细思考，敖甲也是明白了一点什么，他被人做了局。敖甲虽说平日里放纵度日，但并非是痴傻之人，知道自家父王选择了哪条路，此刻当机立断。海神哥哥！敖甲开口呼喊一声，露出几分急切之意，更是直接越过金蝉子，朝着千里外的李长寿迎去。见状，李长寿的眉头略微皱起，双手背负在身后，指尖却多了一只薄如蝉翼的柳叶短刀，眼中流露出少许的凶狠。李长寿敏锐地捕捉到了金蝉子的小动作，双眼一眯，淡然道：尔敢！金蝉子嘴角勾勒出一缕微笑，背后的手指刚要轻弹，动作突然就顿住了。好浓烈的杀意！忽听几声龙吟，3道身影自海水中闪出，却没有带起半点水花，呈品字形将金蝉子隐隐包围。这是3位龙首老者，气息沉稳，威严不凡，面上鳞甲泛着淡淡的血色，自身更是包裹着一层肉眼可见的业障。远古战龙！金蝉子此时面色开始变化了。海神突然前来，龙族埋伏了如此高手，看来我今日的计划已经被海神和龙族早早识破。为什么？我谋算许久，另辟蹊径，暗中用西方教秘法影响了西海龙宫大太子的心神，准备以此为突破口，蚕食龙族下一辈。龙族十分看重后辈传承，只要我将龙族下一辈掌控大半，
再配合其他方面给龙族施压，何愁龙族不倒？然而，这计划刚刚开始实行，今日好不容易招来了南海、东海、北海龙宫的3位龙王太子，又顺势找来了几位龙族重臣的子嗣。我暗中下手，此时刚动了2个不重要的龙臣子嗣，海神就已经抵达此处。果然，不愧是能让文族女王连续吃瘪的存在。金蝉子面对龙族3位高手包围，却是浑然不惧，犹自大笑几声，赞叹道：哈哈哈，海神，你赢了。啊？李长寿的心底满是问号，但是表面上无比的淡定，很随意的笑了笑，目中带着少许的不以为然。他身后，玉帝和东木公对视一眼，东木公的眼底满是赞叹，虽然完全不明白海神是如何做到的，但此时绝不能让陛下看出自己不懂。玉帝也是露出淡淡的微笑，似乎一切尽在自己掌握。东海龙宫大太子已经飞到了李长寿的面前，身后呢也多了一位老者跟随，对着李长寿深深地做了一个道揖。海神哥哥，假今日险些中了旁人算计，多亏海神哥哥赶来及时。李长寿含笑点头，问那位老者：几位为何在此地啊？那龙族老者忙道：回海神，是2太子寻到我等，拜托我等前来守护大太子。敖甲笑道：原来海神哥哥早已安排好了。这事儿还当真不是他安排的，应是敖乙做的应对。